不管是否情愿，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。人们整装、启程、跋涉、落脚，停在哪里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。从个体生命的迁徙，到食材的交流运输，从烹调方法的演变，到人生命运的流转，人和食物的匆匆脚步，从来不曾停歇。西藏林芝，印度洋吹来暖湿的季风，植物正在疯长。又到了白马战堆最忙碌的季节。这么香！天麻和灵芝是重要的经济来源，但是1个月后，它们将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又断了。从峡谷到雪山，7000米的海拔高差，让林芝成为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地区。弟弟高中毕业，白马得迅速挣够他读大学的费用。在此之前，他为弟弟准备了一件特殊礼物。西藏80%的森林集中在这里。白马战堆努力搜寻几天前发现的蜂巢。现在他得想办法到达树顶。在当地人眼中，蜂蜜是宝贵的营养品，值得为它冒险。听起来难以置信，但是这种风俗已经延续数百年。白马选了一根藤条，使自己与大树相连。从现在起，这根藤条关系性命。看起来进展不错。1个小时过后，白马爬得很高。但还有更长的距离要爬。父亲放心不下，匆匆赶来。白马战堆已经不敢用双手砍树，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这安尼个问题就出的，知道吗？叫那个，那个安尼就那个问题的。3个小时过后，白马接近树冠。现在，他准备摆脱藤条。
40米高，并且没有任何保护，这是一次危险的行走。野蜂并不怕人，白马从长辈那里学会了点燃烟雾，迫使蜜蜂放弃抵抗。砍开蜜蜂藏身的树洞，就可以得到最甜美的蜂蜜。睡过8点钟，已经没了，过了天天天。在与世隔绝的大森林里，甜食非常难得，而蜂蜜是白马能带给家人最珍贵的礼物。甜是人最简单、最初始的美食体验。蜂蜜80%的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。作为早期人类唯一的甜食，蜂蜜能快速产生热量，补充体力，这对我们的祖先至关重要。和人工提炼的蔗糖不同，蜂蜜中的糖不经过水解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。在中国的厨房，无论烹饪菜肴还是制作甜点，蜂蜜都是其他糖类无法替代的。当然，白马家最喜欢的是酥油蜂蜜。获得蜂蜜，对藏族小伙子而言，要攀爬10层楼的高度；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，则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艰苦跋涉。油菜刚刚开花，弹光树已经准备启程。走吧。老谭是职业养蜂人，20多年来，依靠这份工作，他养育了1双儿女。每年清明，老谭都要和妻子吴俊英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。一昼夜，蜂箱已在500公里外的秦岭。花的味道决定蜂蜜的味道，地区不同，味道也完全不同。这正是蜂蜜作为美食的神奇之处。秦岭出产中国最顶级的槐花蜜，但是老谭心里毫不轻松，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行当。4月中旬，天气突变，大风伴随降雨，花期提早结束。没有人知道，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。老黄你是不能发的，你去的这个队，你今年这个走进去不一定就对，究竟那个地方是如何，根本不知道，所以前面的路是黑路。20多年前，老谭向未婚妻许诺，要带她从事一项甜蜜的事业。我跟老谭两个订婚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这个养蜂出去旅游了，又好耍又浪漫。结果我跟他两个结了婚，风餐露宿的，辛苦得很。交通不便的年代，人们远行时会携带能长期保存的食物，它们被统称为露菜。露菜不只用来果腹，更是主人习惯的家乡味道。看似寂寞的路途，因为四川女人的存在变得生趣盎然。
慢慢的来了。小的慢慢的来。我的急性子，我的3毛货。妻子甚至会用简单的工具制作出豆花，这是川渝一带最简单、最开胃的美食。就是四川的花儿都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哦，一同是行哦。不仅是800的，可能是到800的。他离到我，你就不能吃饭了，掌握不到煮饭。那要是你想吃，我给你做大，你做粗的，你叫妈的表扬我。的确是四川的人能干。通过加热、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。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。挤出水分，力度的变化将决定豆花的口感。简陋的帐篷里，一幕奇观开始呈现。现在是佐料时间，提神的香菜，清凉的薄荷，酥脆的油炸花生，还有酸辣清冽的泡菜。所有的一切足以令人忘记远行的疲惫。哎，老唐，你来看我这豆腐，跟屋头是一模一样的做来，汤的是清清凉凉的。我们告诉今天的豆腐还漂亮。汤起真舒服，巴适。你平时骂我的火的时候，相当于跟今天吃豆腐一样温柔的。洗凉过了。洗凉。四川起码能女人当家。老太就是破耳朵。丰盛的一餐，标志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启。全部家当，重量超过10吨，天黑前2小时必须全部装车。因为工作，每个养蜂人每年外出长达11个月。父母的奔波给2个读书的孩子提供了安稳的生活。养蜂的乐趣就是这里，自由，不受人约束了。我们就是想的是这里自由。20多年风雨劳顿，之所以不觉得孤单，除了坚忍的丈夫、勤劳的妻子，相濡以沫的，还有一路陪伴的家乡味道。养蜂人老谭和妻子携带蜜蜂一路迁徙，而另一种候鸟式的人群却轻装上路，只带着他们的双手。秦岭北路，麦子熟透，机械收割的普及不妨碍竞争者的存在。麦客，中国古老的职业割麦人，他们踩着麦子成熟的节奏，用双手挑战机械。小麦曾经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作物，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种植面积。从最日常的馒头、锅盔、面条，到肉夹馍、羊肉泡，再到花样百出的各色小吃，共同奠定了陕西这个面食王国难以撼动的基石。然而，要一尝最为原始古朴的面香，
只有等到麦收的季节。小麦富含淀粉和蛋白质，而刚刚收获的新麦甜度最高。不是唬你下苦人嘛，还能亏你啊？啊，下点苦了，把这钱拿上。这捡了钱了，哎，挣了钱了，下点苦了应该。陕西人习惯把面加工成3厘米宽的形状，正是这样的宽度，加上合适的火候，才能彰显新麦筋道的雅感和清香的味道。老婆婆比谁都清楚做面的奥妙，风香大柴，一灶旺火，最让面条出彩。木耳、胡萝卜、嫩豆腐做成的浇头，陕西人称作臊子。浓墨重彩的油泼辣子是面条永远不变的忠实搭档。咱都是张家人，投奔人，不客气啊。哎，好，家常便饭。行，好。善待麦客是祖辈的传统。大量碳水化合物可以维持重体力劳动后身体所必需的肝糖。如今手工割麦毫无优势，狭窄的山坡地块是最后的阵地。一天劳动10小时，每人割1亩多地，最多收入200元。现在最高的收割机才是100块钱，你要200哪有那个价钱？那收割的机器呀，那有一家等都跑了，那收生产一把才过价嘛。关键你说这价钱已经太值钱了，市场根本没有这个价钱，知道不？人去好，挣上2个钱儿，回去给孩子买个啥，回去换汤，挣上些钱。买些东西吃一吃，喝一喝，花一花，咱们就开心了。有人喜中华。这次出来10几天，收入还不到1000元。在效率面前，麦客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。马万全一行，也许就是中国最后的职业割麦人。古老的职业和悠久的传说，正被机械们一茬茬收割殆尽。眼前的食物可能来自遥远的大海和高山。很久以前，人的生存习惯已经从狩猎改为采集，但只有一个例外：海洋，人类最后的狩猎场。有科学家预言，50年内海里的鱼会被全部吃光。而浙江渔民杨世鲁认为，靠海吃海的日子只能再维持10年。3个月的休渔期过后，东海迎来开渔的第1天。这种小船被称作夫妻船，它是渔民的双脚。4小时行驶60海里，夫妻俩撒下第1网。三门湾位于浙东沿海，鱼类资源曾经极度丰富。临近农历15，大潮将至，妻子身体较弱，开始晕船。但凡出海，除了打鱼、烧火做饭等杂物，都由丈夫包办。这是2人20多年的默契，
白蟹油炸，水烧开，放入挂面。一顿简单的晚餐后，将是6小时的繁重工作。这是修鱼后的第1网，至关重要。这黑羊钞票拿这个啦，我们的我给茉莉拿出黑羊一些。起锚，收网。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20个小时，拉出水面，景象令人失望。终于发现一条鲳鱼，却挣脱了渔网。6小时过后，鱼颗粒无收。幸亏有其他海货，大海又一次展现了它的慷慨。我一家3口都靠家去，没有这边黑，没有帮他黑人生活。50公斤海货，是他们一昼夜颠簸的回报。10个小时内，这些海蟹将出现在大城市的餐厅。食材的获得，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。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。搜寻的时间超过半天，饶长青还是一无所获。为了一种特殊的菌子，老汉已经守候了8个多月，现在终于到了季节。脚下是清风断裂带深处，湿气在海拔2400米的高处凝聚，催生出一种珍贵的食材。小花菇，枯树上寄居的真菌，香菇中的王者。如今，香菇已经实现人工培植，品相极佳。但老汉清楚，那些种植香菇不是最顶级的美味。野生的，别看它长得颜色要差一些，外观的要差一些，实际上它营养高，味道好，香。低温环境中，香菇生长极慢，但肉质肥厚。剧烈的昼夜温差，导致伞盖龟裂开花。小花菇的问世，源自于天地之间的种种机缘巧合。鲜花菇含有90%的水分，干燥过程暗藏玄机。炭火烤房里是人工栽培的香菇。事实上，新鲜香菇远不及干香菇的味道。奥妙就在于，香菇在脱水过程中会自动转化出大量鸟苷酸盐，有强烈的鲜味儿。因此，只有干燥之后，这种菌子才真正称得上香菇。至于野生花菇的干燥，老汉更喜欢最天然的方法。借助阳光和风，肥美的野生花菇慢慢散失水分，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。和栽培菇相比，野生花菇品相不整齐，也很难卖出价钱。这些稀有的美味，饶长青打算留给家人。无论靠山还是靠水，劳动者都有专属于自己家人的美味。望潮被赋予诗意的小章鱼，学名短梢，潮涨时外出，
潮落后躲藏。杨世鲁正是捕捉望潮的高手。我一到家里，我爸妈就很忙碌的，然后去海边啊抓跳鱼啊、望潮什么的哦，然后抓回家里，我们3个人就一起做饭的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的。望潮表层的胶原蛋白和调料相遇，形成浓油赤酱的自来芡。望潮肉质脆韧弹牙，是东海渔民最拿得出手的看家菜。然而，女儿最喜欢的美食仍然躲在海滩上。弹涂鱼又名跳跳鱼，是能够在陆地上生活的鱼类。不要妄想抓住它们，除非舍得用5年时间练就一门绝技。使用5米长的钓竿、6米长的鱼线，捕捉10米开外、仅5厘米长的猎物，其难度和精准度的要求不亚于20米外投篮。10几岁，我喜欢吃跳鱼啊、望潮啊，那时候我爸爸还不会弄这些的，然后就去学了，学了好多年。从发力到捕获，仅需1/8秒。高速摄影机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整个过程。把灯肯定改的。几尾跳跳鱼便能成就一锅靓汤，肉质细嫩，汁液浓郁。用稻草反复熏烤，渗出鱼油，晾晒风干，便是最好的增味品。跟其他海鲜和菜肴搭配，提鲜的同时，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本味。独居的老人也要犒劳一下自己。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，外表看上去往往就越是平常无奇。辛苦劳作给全身心带来的那种幸福，从来也是如此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2季由合作伙伴苏泊尔、斯特东方韵为您呈现。想吃柴火饭，就用苏泊尔球脯 IH 电饭煲，球形厚脯技术让每一粒米都喝饱水。求人不如球脯，苏泊尔。创造改变世界，酿就5000年东方神韵。世界因我而不同，斯特东方韵。东山到上海的鲍鱼，珠海到成都的石斑，广西到北京的蔬菜，昆明到新疆的菌类。今天的物流和今人的胃口，大大加快了食材迁徙的速度。路途之上，行色匆匆的已经不只是人，食物也在传播流转。聚散之间，演化出不同的形态
和风味儿。这口大锅，当地人称作鏊子，直径2米，加工的是山东人的标志性主食煎饼。不过，要领略制作煎饼的原始工艺，必须回到最接近自然的地方。盛夏，雨水充沛，沂蒙山进入最湿润的季节。爷爷垒好了土灶，搭上鏊子，这是烙制山东煎饼的工具。你好像和了，好像思维，弄得花溜点呢。妇女像妇的啊，男人多难呀，重活累活都得男人干。我腿不方便时候用你，我就自己搬了我。这粗辈子里没装不好呢。制作煎饼的主料是用白薯干碾成的粉，当然，也可以用大豆、小麦、高粱、玉米等五谷杂粮来碾粉。春树沟地处蒙山深处，古老的风俗被顽强地留存。今天是奶奶的生日，小慧一家已经忙碌了好几天。鏊子烧热，面糊均匀摊开，杂粮面糊快速成型。蒸汽弥散，空气里浸润着朴素的甜香，那是谷物特有的气息。火力至关重要，太旺容易焦糊，太小煎饼潮湿粘牙。有60多年经验的奶奶手艺最棒，火候全靠她一手拿捏。刚出锅的煎饼又脆又香，彻底放凉，就慢慢回软变韧。今天，从大鱼大肉到家常小菜，煎饼几乎能够包裹任何食物，丰俭由人，多寡随意。但对地道的山东人来说，最适合被卷在一张煎饼里的，似乎还是大葱。山东人最看重煎饼的质地和口感。煎饼入口回甘，但对人的咬合力是一个挑战。饼卷的演化一路精彩。向南1700公里，广东潮州的春卷儿，坠碾提拉，速度飞快。绿豆派、葱头白、虾干、鱼露，油炸后表皮焦酥，内瓤软糯。再向西1600公里，丝娃娃是贵阳女孩的最爱。烫面烙熟，个头小，却能装下20种素菜和4勺蘸水。从形态到内容，从神到形，饼卷的变化千姿百态。这看似食物们的自助旅行，追根溯源，其演变终究离不开人的流动和迁徙。
云贵高原的一条溪流里，上至年过70的老人，下到不满10岁的孩童，翻开溪流底部的每一块石头，不厌其烦，为的是寻求一种神奇的美味。贵州省东南部最偏僻的村庄，苗族女孩李建英等待着一个幸福时刻。恭喜啊！这是半年来父母第一次回家。现在，流水线旁的打工妹重新变回苗族母亲。正值稻花盛开，来不及休息，鱼缸里准备给全家制作腌鱼。吃腌鱼首先要做甜米，糯米淘洗干净，上灶蒸，等糯米熟透，加酒曲发酵。鲤鱼吃饱了稻花，正是最肥最甜的时候。与其说是捕获食材，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户外的亲子游戏。稻花鱼剖净内脏，在灶上摆放整齐，用微弱的炭火熏烤一夜。现在需要借助空气和风的力量，风干与发酵将共同制造出特殊的风味。糯米布满菌丝，霉菌产生了各种酶，使淀粉水解成糖，最终得到爽口的酸甜。甜米混合盐和辣椒，一同塞进鱼腹中。稻花鱼可以直接吃，也适合蒸或油炸。不管用哪种做法，都掩盖不住腌鱼和糯米造就的迷人酸甜。然而，最具吸引力的食材还藏在水底。每年8月，桥岗村不分老幼，全体出动。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。爬盐鱼，制作雷山鱼酱最关键的原料，出人意料的美味。鱼酱1年只能做1次，必须用最新鲜的辣椒，2荆条最好。生姜新鲜肥嫩，主要用来去腥。木姜子又名珊瑚椒，西南地区特有的佐料，带有浓郁而神秘的香气。大量的食盐保鲜提味。食材混合搅拌，装进坛子密封。美味慢慢酝酿。于高礼夫妇在广东一家制衣厂工作，此次回乡是因为自家的8亩玉米到了收获的季节。他们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，加上房屋修缮等杂事，夫妻2人可以与家人团聚半个月的时间。我们晓得这山啊，
半个月也是制作鱼酱的周期。乳酸菌和酵母菌促进香气的生成，挥发性有机酸滋生出鱼酱独特的酸味儿。苗家最骄傲的调味品，就是这样炼成的。一勺鱼酱，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陡然变得酸楚动人。这是一年中最美味的团聚，也注定是一顿百感交集的晚餐。爸爸妈妈他们会让我很开心，但是我知道他们要走，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留下来。中国农村6100万孩子的成长没有父母陪伴，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，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。李建英和哥哥给父母准备了一小坛鱼酱。清晨5点，分别的时刻到了。你咋不跟来嘞？要再吃个2么个呢？别请老爸多吃，明白？再见。一坛家乡味儿，将被带往1000公里外的广东中山。也许有一天，它会以新的形式在他乡重现。千百年来，食物就这样随着人们的脚步不停迁徙，不断流变。无论脚步走多远，在人的脑海中，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。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，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地，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。世角有时离开40年后，华侨程世坤回到家乡，隆重的祭拜完成了他对家族的回归。在这里，宴请乡邻被称作摆桌，任何重大事项只有通过摆桌才能顺理成章地宣告确立。一顿归乡宴，穷尽乡间名厨的全部手艺，中断几十年的相识和旧情重新接通，瞬间让一切回到从前。过去几十年，程世坤在美国农场做工。这次老人决定回乡定居，召唤他的不仅仅是亲情，更有熟悉的味道。在泉州，在福建、台湾，甚至东南亚的华人中，这种味道被称作古早味。阮细汉的时阵，经常也倒去食。所以去美国了后，唔捌食到。少年熬成白发，故乡变了模样，但各种老味道历久弥新。大厦村海边的沙土地有一种著名的特产，它们貌不惊人，但几乎全部出口海外。沙土萝卜，含水量接近90%，入口润嫩幼滑，毫无纤维感。猪肉8分肥2分瘦，带皮最好，切寸段，与香菇、海蛎、虾干同煮。
肉的丰腴，萝卜的清甜，米粒的饱满。这就是最让泉州人欲罢不能的萝卜饭，一种简朴而丰饶的主食。半生闯荡，带来家业丰厚，儿孙满堂。行走一生的脚步，起点、终点，归根到底都是家所在的地方。这是中国人秉持千年的信仰，朴素但有力量。甘肃山丹牧场，老谭夫妇准备向下一站进发，又是一次千里跋涉。宁夏固原，回乡的麦客们开始收割自家的麦子。东海，夫妻船承载着对收获的盼望，再次起锚。这是巨变的中国，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。无论他们的脚步怎样匆忙，不管聚散和悲欢来得有多么不由自主，总有一种味道，以其独有的方式，每天3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，认清明天的去向，不忘昨日的来处。中国烹饪无比神秘，难以复制。厨艺的传授仍然遵循口耳相传、心领神会。传统食物的流散和古老制作秘诀的消失，是门派宗师和山野高人共同面对的难题。